每天清晨，董官村都是在木翠的叫卖声中醒来的。董官村位于云南省腾冲市，亿万年前，在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的激烈碰撞下，塑造出中国西南边陲壮阔的自然景观。几个世纪以来，腾冲先民用扁担和马帮，开辟出连接外界的崎岖古道，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驿站。在乡音的缭绕中，稀豆粉被送到了千家万户。这种用豌豆做成的稀豆粉里，有着腾冲人对家乡的眷恋。豌豆喜欢光照，根系深，对土壤适应性强，只需撒在并不肥沃的坡地上，就可以自然生长。木翠和丈夫祥元每天都要将浸泡了10个小时的豌豆磨浆。据说稀豆粉最早出现在明朝洪武年间。中原来的人带来了食物加工的技术，将豌豆磨成粉，创造出稀豆粉这道美食。第一次研磨叫投浆，比较浓稠。沉淀分离2小时后，再将投浆分出一半进行第2次研磨。第2次磨好的被称为清浆。在锅中倒入油，这样在熬制稀豆粉的过程中不会粘锅。加入清水，倒入清浆，煮沸后将投浆最浓稠的部分分多次加入煮沸，这道工序俗称上浆。煮浆的过程中，火候是关键，火大容易煮糊，火小则容易凝固。木翠和祥元默契地知道什么时间该添柴用大火，什么时候去柴用小火。整个煮浆的过程需要用木棒不停搅拌，否则会结块。中火搅拌1个小时后，直到豆粉可以连成线，就说明浓稠合适，制作完成。木翠不是本地人。1979年，19岁的木翠翻山越岭100多公里，走路嫁到了董官村，就和婆婆一起卖稀豆粉。如今木翠已经58岁了，周围村落的许多人都是吃着木翠的稀豆粉长大的。说噻，还辣呢，不辣。要是真的是10岁了，这我们一天呢，是，做得好了，你们该上的都别动。当我2块钱，2块钱那个哎。干头的时候不得搅了，还是要搅呢，热乎乎的呢，还是搅起来的呢。稀豆粉哎，稀豆粉的吃法充满了想象力，红彤彤的辣椒面，明黄色的鲜浆水，乳白的蒜泥汁，10几种调料可以按不同的口味搭配。稀豆粉可以单独吃，也可以添加其他食物，组合出更丰富的口感。将云南特有的饵块先煮好，再用火炙烤后撕成块放入稀豆粉，叫做稀豆粉饵块。用稀豆粉配油条，既创新了油条的吃法，又丰富了稀豆粉的味道。稀豆粉放凉了，还可以做成美味的凉菜。最有意思的就是将热腾腾的稀豆粉倒在芭蕉树干上，冷却几分钟后，
剥落在竹篾上进行晾晒。待水分完全蒸发后，这种干制的稀豆粉，当地人称为甘蓝片。甘蓝片可以长久储存，油炸之后酥脆爽口。稀豆粉的多变，也许是来自于生活的不便。在遥远的山乡，不断赋予稀豆粉以新意，这给平凡的日子增加了很多乐趣。今天村里有乔迁新居的村宴，乡亲们吃的还是木脆做的稀豆粉。大家围拢在一起，守着地老天荒，度过漫长的岁月。我们有你们弄大时候还不是么呀？弄像你哎。不知不觉，木翠和祥元用一碗稀豆粉带大了儿孙。你跟着办吧。在大山深处，一家人安静从容。也许群山无法逾越，勤劳与智慧一样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精彩。在南海之滨的汕头，人们耕海为生。季风到来的时节，渔民们扬帆出海，世世代代用自己的辛劳换取大海的馈赠。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出海的渔船陆续返回，带回了鲜活的海产。刚打上来的那颗鱼，肉质甜美，富含胶质以及蛋白质。除去鱼刺后，用刀把鱼肉刮成肉浆，用力拍打会使得肉浆富有弹性，制作出来的鱼丸口感爽脆。汕头有着最为丰盛壮美的宵夜，各类排档铺排出食物的华丽与壮阔。鱼饭、卤味、杂咸，在无以计数的美味面前，禁不住要惊叹人生的如梦如幻。人们总是喜欢说，生活在别处，但最令人难忘的滋味，却永远在自己的家乡。小吃从饮食体系中演变分化，自成一脉，这些独具品格的食物，总是令我们神往。在四川，发达的水上交通催生出乐山兴旺的码头食肆。在川渝地区，乐山人是公认的爱吃会吃。乐山的牛华镇是当地饮食汇集之地，无数的风味小吃遍布街头。风靡全国的麻辣烫就是起源于乐山的一种叫做串串的小吃。夹丝豆腐是乐山最早出现的串串，在豆腐干中加入脆爽的萝卜丝，竹签一穿，撒上花生粉，蘸上甜酸味的汁水，滋味无穷。当年牛华镇的周大姐开了乐山第一家麻辣烫店，最近刚刚交给了女儿张爱嘉和女婿戴克勤打理。戴克勤一家4代从医，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成了一名医生。
为了和张爱嘉在一起，他辞掉了工作，回到家乡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岳母却叫他卖麻辣烫。我一下就懵了嘛，我说怎么会有这种要求？因为妈妈她辛苦了一辈子，爸爸很早就脱手不做这些，这20年时间全是妈妈一个人自己在做，他就觉得很辛苦，他就不想我那么辛苦。除了会拿手术刀，我连刀都不会拿。当时还不能接受吧，但是如果说真的是相爱了，总有一方要失去一些东西。你喜欢一个女孩，那你有些东西你肯定就愿意去做的。为了爱情，乐观的戴克勤开始了另一种人生。戴克勤做麻辣烫是从学炒底料开始的，这是麻辣烫的精髓。将菜籽油烧熟后熬糖，放入生姜、蒜、豆瓣等20多种调味料。以前刚刚炒料的时候，经常把底料炒糊，因为不知道这个底料炒成什么样才算合适的。在以前刚刚学切菜的时候，经常切到手，然后职业病。一切到手就想去打破伤风，然后1个月打了10几次。继承了妻子一家的麻辣烫的手艺，几年下来，戴克勤已经独当一面了。麻辣烫选材必须新鲜，周大姐对于食材极为挑剔。30年间，每天一大早，她都要亲自去市场采购各种菜品。我想妈妈考虑更多的是菜品这些问题，就是怎么样更新鲜更好。串串不比火锅，火锅的话，别人是客人点了之后你才出去，串串呢是因为摆在那里，别人看着再选。如果你食材不新鲜不好，没人拿没人吃。周大姐买菜的时候，戴克勤开始制作用来涮烫的底汤。麻辣烫的底汤其实很清淡，用炒制后的底料与高汤混合，会散发出浓郁的奇香。串串是乐山人民的奇思妙想，串串所用的竹签都是就地取材。将新鲜的毛竹去皮，爆成细条，一根根打磨，再晾晒多日，最终成型。这种竹签无色无味，在潮湿的气候里不易长霉。周大姐的麻辣烫店，每隔1个月就需要50万根竹签。买完菜以后，都是全家一起动手来准备当天的食材。每一串都要保证品质，都要漂亮。我妈妈就以前的时候嘛，因为太累了，但是活有那么多必须得做，很多时候都切着牛肉切的都睡着了。周大姐家最受欢迎的是牛肉，每天就要准备1万多串。在牛肉中加入一定比例的芡粉和调料，搅拌和匀，用竹签串好后，在冰柜放置1夜，才能口感嫩滑，味道十足。麻辣烫的麻辣口感，其实是来自于蘸料。麻辣烫的蘸料一般分3种：干碟、全味干碟、油碟。为了给客人最好的味道，周大姐家的麻辣烫店蘸料通常都是统一配置，这是吃麻辣烫唯一不能自由发挥的环节。晚上6点开始，是周大姐一家最忙碌的时候。精心制作的麻辣烫能够被大家认可，总是会让全家人感到开心。
我只想着现在就是这种，在麻辣里还要住下去。我炒一天量，我可以炒一天。有子女，父母健在，有老婆疼，就够了。这2个字幸福。乐山的串串文化，经过麻辣烫的演绎，早已推陈出新。食物上的演进，有四川人对生活的用心。小小的竹签，把每一天都有滋有味地穿在一起，串起了人与人的情谊。除了麻辣，乐山人还喜欢吃甜。50岁的徐文清是镇上的名人，街坊邻居都喊他徐凉糕。凉糕是用1年1季的乐山本地大米制作，洗净浸泡6小时，再研磨成米浆，在锅中搅拌，直至微微沸腾，米浆熟透，米香散发出来。出锅的凉糕分盆冷却1夜后，再浇上捣碎成浆的本地土红糖，吃起来清凉甘甜。在杭州的大街小巷，将近1万名河南籍出租司机日夜穿行，奔波在他乡的路上。凌晨3点，36岁的张新峰还在工作。我是02年来的杭州，我们河南这边的出租车司机都喜欢喝这个胡辣汤，好像不喝一点这个汤，感觉跟少了一点什么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喝胡辣汤的地方，胡辣汤店。3碗胡辣汤。哎呀，喝点胡辣汤暖和多了。根深蒂固的饮食喜好，让漂泊的人们有了容身的地方。一次又一次，胡辣汤的滋味温暖了游子的心。熬制胡辣汤，香料最关键。每一家胡辣汤店对于香料都有着不同的配方。胡辣汤的味道不同，主要在于香料比例的不同。选全羊骨下锅，熬制5个小时后，放入胡椒、花椒等20多种香料，将和好的面团不断搓洗。在外力的挤压中，面粉中的小麦谷蛋白分子会交织成一片绵延的网络，将揉搓好的面筋过滤，洗过面筋的水会作为芡粉，面筋再进行揉搓，直到有一定韧劲儿，带有弹性，拉抻成薄片，这时候将面筋下锅。面筋的孔洞能吸收汤中的滋味，多汁而富于韧性。放入适量熟牛羊肉、黄花菜、粉条。粉条是用红薯粉手工制作，经得住长时间熬煮。最关键的是最后10分钟左右的收汤。调整火力，用外圈活滚，使得汤从外向内翻滚循环，内敛融合，不泄汤，不分层。河南人爱喝汤的习惯，大概与历史上的流民迁徙有关。颠沛流离中，汤最能充饥，人们便爱上了这种暖胃驱寒、提振精神的滋味。西华县逍遥镇以胡辣汤而闻名。早在宋代，
逍遥镇就已经是中州名镇，河水东流，漕运兴盛，曾是中原地区重要的水旱码头。人们带着胡辣汤从这里出发，走向远方，胡辣汤因此得以盛行。现在的一共是20位参赛选手，现在请20位参赛选手。如今，逍遥镇每隔几年都会举办胡辣汤大赛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胡辣汤高手自备食材，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次色、香、味的角逐。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，能够提升熬汤的技艺，让胡辣汤走得更深更远，这才是根本。只有5万人口的逍遥镇，却有4200户家庭，2万多人外出以胡辣汤为生。他们将胡辣汤带向全国20多个省市。一碗胡辣汤的经营，托付着一个家庭的生计。对于漂泊在外的河南人来说，这一碗胡辣汤是他们在外奋斗最大的慰藉。老婆孩子现在都在老家了，每一年都要回去个1、2次。小麦成熟的时间就是6月份，回家帮忙收麦子，在家待个最多1个星期，还就来这边了。收完车加完油之后，我们会去那个老乡饭店吃点东西，聊一聊天，感觉挺好的。咱来3个。给那肉饼来2个，那个肉饼。来3个玉墨蕨菜，来2个肉饼。在杭州胡辣汤做了12年，因为我老乡要吃饭嘛，他走到哪里，我们就跟到哪里。早晨5点，郭红和丈夫爱新就开始忙碌起来。46岁的郭红，街坊邻里都叫她红姐。红姐的煎饼果子远近闻名。我爷爷挺早在工人剧场那儿不干这个吗？我父亲后来就是也接了一段，他不就是那个身体不太好吗？就这么把他又搁下了。几年前，因为企业倒闭，郭红下岗，在困顿中，要强的郭红决定重拾祖传的手艺。孩子要是上学，各方面哪都是钱。我心里我不支持干这个，这个煎果子是最底层的一个小吃。当时也好多质疑，家里的亲戚都说过：“你干得了吗？”我就想证明自己一下，我能行。郭红的煎饼摊开在妈妈家附近，这里是天津老城区，顾客都是周围的老邻居。在老天津人眼里，最好吃的煎饼果子永远都是我们家楼下那家。来了你，哎，好嘞，等会儿啊，哎，这弄好。第一次出摊也是挺不好意思，有时候摊子不好了，找钱有时候也还找错。我说没事没事，干时间长就行了。等会儿啊，给您拿那个果篦去了。果篦是煎饼果子的灵魂，讲究的是热、鲜、挺、脆、香，必须是现炸的。一般的煎饼果子摊前都傍着炸棒槌果子果篦的摊儿，现炸现用。
煎饼果子平民之极，但是也有一番精致在其中。舀在饼铛上的2勺面糊要合理配比，刮子把面均匀地划成圆形，手要慢了，面皮就会中间厚，边上薄，不均匀。鸡蛋液和煎饼皮的贴合要严丝合缝。葱花需要根据个人爱好分熟与生。煎饼皮的翻面最考验手法，要保证它完好无损，让那一层底面糊得恰到好处，一定要有黄嘎巴。色泽上，面皮要金黄，厚薄要均匀，口感上得有韧劲儿。煎饼边还得起酥皮儿。一套完美的煎饼果子必须精确在2分钟内完成。这一套动作，红姐每天要重复100多次。这几袋？一样一个吧。一样一个。自己带鸡蛋做一套煎饼果子，这是一道只有在天津才能看见的风景。煎饼果子是小本生意，顾客自带鸡蛋，单果子是3块8，用红姐的鸡蛋是4块5。顾客花钱仔细，对小本经营的红姐2口子来说，更是1分1厘都得算。成本又高，现在你看那早晨的一个指头，我们成批买，才给便宜2厘钱，3分8和4分钱一个，那很费那个。就怕这套坚果你给我劈1半，甚至劈3半，1半1装兜。钱要省，但是功夫不能省。红姐的用料是爷爷传下来的配方，加入一些香料，磨成粉，和小米绿豆面混合。爷爷告诉她，香料可以调和绿豆的寒性，这样既能遮住绿豆的腥味儿，又能提取出绿豆的豆香。除了爷爷传下来的传统主料，在酱料上，红姐也没少花心思。味道重了也不行，淡了也不行，可是什么料也挺重要。你摊出来的口味儿啊什么的，你一吃人就能吃出来。太多了又太闹，少了吧又摊不出来那香味儿。在红姐眼中，传统的煎饼果子最重要的就是面，最好的啊，必须是绿豆多，小米少，按照比例磨成粉，粗细有讲究，粗了渣子多，口感不好；太细了，豆香味不够。他们家这好吃，汉堡强。来了之后就一人整套这个，来碗豆汁儿，站马路边上，吃完了晚上再盯着喝酒，都这样，真是北京来的都是这样。就这绿豆面，跟我以前小时候吃的一样。好吧，来4套煎饼果子。来4套哈。对，然后1套要辣子，酱多抹点儿。儿子艾浩然今年18岁，在天津读大学，每天去学校都要带上几套煎饼果子。我们大学就是同班同学他们建了个群，然后呢就是方便我们进行这种煎饼果子，他们要的话，然后我就给他们带。丈夫爱心有自己的工作，每天总是先给红姐帮忙，然后再去上班。只要他不上班，他就在那儿陪着我。有时候他有时候也跟我发牢骚，我说你多干点不就为了疼我吗？回他就一听这个，哎，就一乐就完了。自从干起了煎饼果子10几年来，红姐总是风雨无阻。我就天天坚持，我别让人看3天打鱼2天晒网，一到那点就出，让人觉得我一去他肯定在那儿。据说民国的时候，煎饼果子是作为宵夜出现的。当时许多名角儿每晚在剧场演出之后，后台都会给他们准备一套煎饼果子。如今，许多像红姐一样平凡的人们，
用自己的努力让煎饼果子成为了市井百姓最喜欢的早点。上午10点是红姐收摊的时间。这么多年的奋斗，红姐的煎饼果子已经在街坊邻居们的心里扎下了根。没有烙饼了，炸不了它，没有面了，今天光剩油条了。您明天吧。油条行吗？油条不是。要不来果子？要来果子啊，行。再俩鸡蛋啊，好嘞。慢点您啊。每年的4、5月间，福建泉州崇武古镇的惠安女都要乘船出海，到人迹罕至的孤岛上采摘石花草。石花草富含藻胶和丰富的矿物质，闽南气候炎热，用它制作的石花糕清凉解暑，是泉州人挚爱的小吃。采集来的石花草需要经过反复清洗，去掉海盐及附着在石花草上的海蛎壳等杂物，彻底洗净晒干后的石花草，是制作上等石花糕最好的原料。在泉州天后宫的旁边，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店，品尝石花糕的客人每天都络绎不绝。今年52岁的丁秉正是这家店的主人。从12岁开始，他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石花糕。差不多是48年、47年。第一个店是老人家租的，以前老爸老妈做啊，老人家做，我们就推出去卖。将石花草放入锅内，文火熬煮，用竹铲搅拌3个小时，直至锅中的石花浆变得粘稠。把石花草进行过滤，经过12个小时的冷却凝固，变得透亮清澈。用刮刀刮出均匀的细条，配上红豆、仙草、芋泥、蜜水、各种水果，口感润滑清甜。石花糕的制作并不复杂，但是把这样一味简单的食物坚持下来却并不容易。从父辈创业，到自己沿街叫卖，再到如今把店铺交到女儿手中，丁秉正和爱人曾秀莲有着太多的回忆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已经推车出去外面在卖，他每一天出去都穿得整整齐齐的，那个车也是洗得干干净净的。没塞1分钱，下一天就没办法了，下一天就糟糕了。从前咱们住在这边，下雨就是好多地方都落雨，下大的话就是按那个面边的桶喽去接水。很热，但是我们做的太累了，还没躺下就睡了。不管是很辛苦，还是遇到什么难事，他都很坚持。其实闽南人从前也不是很有钱的，从前都是很辛苦的，人生肯定要拼的，赢不赢是另外一回事。老丁一家一共开过4次店，直到1994年，
丁秉正和爱人按揭买下了现在的店面，漂泊的生活才稳定了下来。很久以前，中原人南迁入闽，他们在泉州的山海之间落地生根，创造出丰富的泉州小吃，石花糕、土笋冻、海蛎煎，全都是独树一帜。尤其是面线糊，由细面线、地瓜粉熬制而成，汤汁浓稠，入口顺滑，糊而不烂。软糯的面线缠绕着汤汁内的虾米、蟹肉带来的鲜美和清甜，成了闽南人传统的一味经典。洪培才年轻时去了菲律宾创业，花甲之年才回到故乡泉州。说起在国外的日子，他最惦念的就是面线糊。华人当然是离不开家乡的口味的。华人区长期都卖的，是一个老华侨开的，起码有50年了。有空从那里经过，飘出来的味道，也感觉很亲切感的意思。所有的地方小吃都是漫长历史中的创造，制作和食用的方式都蕴含着当地的文化背景和特有的审美。无论天南海北，人们对家乡的滋味都有刻骨的钟爱和绝不掩饰的自豪。两位3位里边坐，2位3位里边坐。你好，你好，好漂亮。2位3位里边坐。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慢慢地走啊！今年86岁的白玉婷，从小就跟随父亲收拾生熟羊肉。80年代，她在西安回坊开了第一家水盆羊肉店。以大碗装成的水盆羊肉，是陕西人喜爱的传统小吃。西北地区自古牛羊交易繁盛，精心烹制的羊肉汤，始终是人们离不开的美味。回坊是西北著名的回族聚居区，唐朝时便已成型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格局。在2.4平方公里的区域生活着4万多人。有1000多家饭馆店铺，2000余种小吃品种。每一样小吃背后，都是一个家庭守着一门技艺，世代传承。老五白文平如今继承了父亲白玉婷的手艺。每天下午6点开始备料熬汤。制作水盆羊肉，关键是调料的配比，用的是传统陕西老五样。花椒、小香、良姜、八角、桂皮，数量不多，但是对每一种料的性味都要心中有数。花椒的味还是麻还是香，尤其那个桂皮，一定要咬一下才能把那个香味能尝出来。将浸泡了10个小时的羊骨、牛胯骨，按照6:4的比例下锅，去腥漂杂。这样熬出来的汤才能清亮不浑浊。牛羊骨胶质含量高，会让汤更加稠香。2个小时以后，将包裹好的调料下锅，再改大火沸煮半个小时后下羊肉，一直煮到高汤开花才可以定锅。祖传下来的腰板是定锅入味时老白独有的秘密。腰板选用木质轻、透气无味、不变形的槐木，像锅盖一样把羊肉完全封入汤中，让肉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充分吸收汤汁的醇香。汤中表层的油脂封住了热量，汁水也不会挥发，这样浸炖出来的肉松软酥烂，滋味才能完全进入到肉里。
谁就这样，都吃这个。俺父亲热爱这个家庭，这是他真正的一辈子的心血。俺父亲是热爱这个生意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他还是要管，因为听俺父亲话，做啥任何事情的一个踏实感。结婚、嫁女子，这碗汤成全了这个家里的一切。10个小时后，羊肉变得如同凝脂般丰腴，味道好，品相也要好。老五白文平每次都要精心修整，这也是父亲的叮嘱。水盆羊肉美在吃肉喝汤的畅快，老白的汤也有着特别的讲究，将煮肉的原汤，再添羊骨、少许盐，加入一定比例的清水，慢火煮沸，这叫做破汤。因为原汤太浓，稀释调和之后，口感才最好。你今天用的我汤没用完咋办？我第2天绝对我不会用它的，我宁可把它倒了，我都不用它。每天的汤，白玉婷都要亲自品尝，满意了才可以开门迎客。他就增啥少啥。好，真香。真香。盛汤的碗要一直用沸水保温，随用随取。先放粉丝，再放羊肉。每一碗水盆羊肉的标准是3片肉，不少于1两2。偏瘦的羊腿肉2片，肋排肉偏肥1片半。这是白玉婷无数次的品尝之后确定的最佳比例。汤多肉少不行，有肉无汤也不行，还得用滚汤烫一遍，为的是粉丝绵软，羊肉增香，再盛滚汤，一碗肉烂汤鲜的水盆羊肉才算完成了。鲜香的羊肉汤，就着刚出炉的白面饼，佐以辣椒酱、糖蒜，再来上一碟老白家有名的酱牛肉，这是水盆羊肉最美味的吃法。水盆羊肉，白玉婷做了一辈子，周围的街坊邻居也吃了一辈子。白玉婷最高兴的就是听见人们说，几10年来味道一点儿都没变。天黑以后，回坊小吃街才开始热闹起来。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，老白家却早早地关了门。他们需要时间煮肉熬汤，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。老白家一直坚持这个习惯。我爷爷就是卖飞盘，俺爸说和到我的时候就3本，而到我们的时候就4本，到孙子给我这是5本了，还是要坚持，不坚持就不行，味儿不能变。如今，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，全家老小算起来得有40多人。一辈子辛劳，一家人都没有照过一张合影。应我们的请求，这一天孩子们特意全都回来了，照了全家的第1张全家福。1、2、3，好 ，OK。1、2、3。小吃看似简单，却充满了饮食之道。只有真的懂得火候、食材与调味原理，了解每一个小吃背后的艰辛，才能看懂制作者
从小处用心的美好。一方水土一方人，中国人一直懂得如何获取自然的馈赠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亘古不变。一地独有的食材和烹饪方式，创造出了小吃不变的滋味。在乡音的缭绕中，讲述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历史。中国饮食，聚的是情，讲的是理。饮食里的规矩，让生活更有味道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3季，请继续收看。